今天我们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10节，淘金古镇巴克维尔英文叫 Barkerville。这个古镇呢是当时呢就是芝加哥以西、旧金山以北最大的一个城市，它比维多利亚还要多人因为淘金者都聚集在这个Barkerville。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古镇。我这本书记录了当时那个本地的报纸报道的这些华人的生活情况请大家多留意那些成功华人的经验都有具体的记录、具体的数字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华人在淘金古镇的生活呢很有帮助。好了，也是请水哥读一读这个淘金古镇的一些故事。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2章，淘金热潮。第10节，淘金古镇巴克维尔。1858至1866年，淘金热时代。新西敏市是行政管理中心，维多利亚市是物资供应中心。下面所讲的巴克维尔是金矿开采中心。1858至1861年，早期黄金开采主要在菲沙峡谷一带，后来发展到整个卡里布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芝加哥以西、旧金山以北最大的城市巴克维尔。今天，巴克维尔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风格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址。该镇共有125座历史文物建筑，讲述着当年这里发生过的故事。1860年秋，矿工约翰·博斯和本杰明·麦当劳在鹿角溪发现了黄金，大批淘金者闻讯而来，蜂拥而至的人群很快就填满了整条鹿角溪。期间更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人员伤亡。一位人称荷兰标的矿工，在西南部地区一座光秃秃的山脚下，发现一条非冰川切割形成的小溪中有大量的黄金。后来证明，这条河是蕴藏量最丰富、最有开采价值的金脉矿床带。一开始，荷兰标还被矿工们认为是骗子，说他夸大其实。但当矿工艾伯特扒开一层蓝色的粘土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层蕴藏量丰富的金矿。此后，该溪以荷兰标的名字命名为威廉溪。消息传开之后，这条河很快又被人海填满。不久，另一位来自英国苏格兰的矿工威廉·标利巴克也来到卡里布地区淘金，但在布莱克杰克峡谷2次挖竖井探矿均告失败。心灰意冷，意兴阑珊之下，威廉·标利巴克决定前往威廉溪的下游碰碰运气。1862年8月20日，他在那里打了一口40英尺深的竖井，挖出了30750安士黄金。从此他声名远播，那个地方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巴克维尔。当时的巴克维尔可说一夜成城，矿工们蜂拥而至，简陋的小木屋和帐篷到处林立。很快，这些小木屋和帐篷就被原木建成的大房屋取代。镇上有公共场所、杂货店、餐馆、运输公司及其他商铺，还有舞厅和酒店。华人居住和华商营业集中在该镇的东部，称为唐人街，因为华人养家禽都是放养，白人的马车不到唐人街来，怕惊吓到马匹。当时华人占该镇总人口1/3，唐人街的范围也是占1/3。巴特维尔的华人社区是一个管理得当、秩序井然、与白人关系融洽友善的社区。为了方便工作和看管各自的地盘，大多数矿工都带着粮食和日用品住在工地，只有他们的家人和商人居住在镇上。当粮食和日用品用完之后，他们就到巴特维尔去购物。矿工们也时常到巴特维尔消遣和娱乐，有家庭的就回家与家人团聚。巴特维尔可以说是矿工们购物和娱乐的中心。那时的巴特维尔社区富裕兴旺，男士们只要花1块钱，就可以跟闻名的赫蒂姑蒂舞女跳一支舞。赌博、酗酒、赛马、夺奖争斗的游戏空司见惯，
镇上还有教会、公共图书馆、剧场。那时，当地的物价非常昂贵，1元只能买到1磅面粉或糖，而在维多利亚只需要20仙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华人之间互相照顾，彼此借钱赊账，生老病死都可以得到社团的帮助。那时的人口难以统计，因为许多华人和白人一样，都是过客式矿工，停留在巴克维尔一段日子便离开。根据权威资料估计，在1862至1870年之间，共有10多万人次到达过巴克维尔。根据记载，华人矿工在1861年已到达威廉西的附近。当年列治非黄金出产管理委员会档案记载，1861年曾有27名华人矿工申请了在威廉西附近淘金的执照。1862年又有24名华人申请了执照。当标利巴克获得巨大财富的消息传出后，大批华人矿工、劳工、华商都从各地涌入卡里布矿区威廉西附近，还有其他华人从维多利亚和内陆地区的各大小城市长途跋步来到巴克维尔寻找财富。他们到达后都聚集在唐人街。当时的唐人街很兴旺，大街两旁华人的商铺林立，华人住宅分布在商铺的后巷和唐人街的尽头。在唐人街东边的山坡还有华人耕种的梯田和菜园。除了依靠淘金过活的华人矿工，有些华人在外族金矿公司打工，也有些人在锯木厂做杂工，在马车运输队运货。当时的排华现象还不太明显，很多外国人都愿意雇佣华人，因为华人勤劳，甘愿接受最低的工资，不管工作有多艰苦，只要有工作，他们什么都愿意承受。当时也有些华人在杂货店当伙计，做记账管理，也有在中餐馆当厨师和体堂服务员，还有些华工到树林里砍树卖柴给商店，到河里挑水卖给商店和住户使用。当时在唐人街做生意的华人商铺中，广利商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根据记载，广利商行总部在广州，它在香港、三藩市和维多利亚设有分店，中餐馆、洗衣店、药材店、旅店等都可以在唐人街找到。1863年，洪顺堂洪门致公堂的前身在唐人街成立。洪顺堂除了帮助会员收购黄金，还充当银号，让矿工存款，也带他们把钱汇回家乡，还时常替他们收信和写信，并带他们寄信回家乡。1868年9月6日，一场大火令唐人街毁于一旦，房屋被烧毁，财物损失惨重，估计广利商行的损失高达4万元，成为当时巴克维尔火灾第3大损失的商户。洪顺堂也被烧为平地，经过几番努力，才在1877年重建大楼。重建的楼宇比以前更大，宿舍房间也增多。该楼的北边空地又建了太平房，以安顿一些病入膏肓、临终而没钱回乡的会员。随着时间的流逝，唐人街出现了其他华人组织，既有爱联公所、汇成公会、黄氏乡情会、明义堂、御祠堂等。这些堂所都是由同乡乡里组成，旨在让乡里有一个地方聚会，交换乡情，互相扶持和照顾。爱联公所是周氏堂所，多数会员来自中国广东开平县。爱联公所和汇成公会都设有太平房，为乡里服务。这些华人社团经常联合庆祝节日，拜祭祖先，料理客死他乡的亲友丧事，保持对外的友好关系。据说在卡里布黄金热时期，有6000多华人到达过该地区，也有3000多华人到巴卡维尔附近淘金。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等县。据卡里布时报报道，1869年9月20日，总督安东尼马什格尔夫视察巴克维尔时，唐人街的华人团体和华商联合起来欢迎总督。他们把街道打扫干净，店铺张灯结彩，还在唐人街的入口建立了一个木牌坊，上面用中文写着
欢迎光临4个大字。这个牌坊现在还屹立在唐人街的入口。他们还请当地的卡热医生帮忙写了一份欢迎词。当总督到达的时候，卡热医生替他们朗读以示欢迎。在兴旺时期，唐人街的住户每年都热烈庆祝农历新年，各社团集合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情形非常热闹。1888年3月初，他们从旧金山请粤剧戏班广州鸿福堂剧团前来巴克维尔演出，盛况空前，看戏的人非常多，其中还包括一些白人。同年的11月15日，唐人街社区庆祝光绪皇帝大婚。每逢清明节、盂兰节、重阳节，华人团体募捐拜祭先人，他们的募捐簿还在巴特维尔档案馆保存。当时的报章报道和留下的文件证明，住在唐人街的华人生活富足，遵循中国的传统礼仪，纪念祖先，尊敬君主。随着时光的推移，巴特维尔的华人商店逐渐增多，除了广利商行杂货店，还有利昌、同样和，后期还有广生荣和华丽等宝号。中餐馆也增加不少，洗衣店、药材店、礼店等生意兴旺。该镇还设有养猪场、宰猪房、菜园、矿工宿舍、私人住宅、赌、烟局、妓寨。当年许多华人来金山的目的是寻找黄金，希望发财后有一天能够回家乡买田买地盖房子，改善家人和自己的生活。根据卡里布时报的报道，许多在巴卡维尔附近淘金的华矿工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以下是该报当年登载的一些消息。1865年7月5日，一个华矿工在奥罗夫诺西挖出许多粗糙的金块。1866年5月7日，一个华矿工在克内尔山采到7000多元的黄金。1867年9月23日，一家华人公司在罗西西每天采得50多元的黄金。1869年6月2日，一家华人公司在威廉西一个已被白人矿工放弃的荒场找到了数目可观的黄金，每天获得至少10元黄金。1873年10月1日，一家华人公司估计他们在夏季的收入达至6000多元。类似的新闻报道不胜枚举。列治非黄金出产管理委员会奥利华哈尔专员曾经在他的调查报告上这样写道：很多人以为华人淘到的黄金不多，那是错误的。只要到他们的宿舍看看他们吃些什么，就知道他们的收入怎样。更不要以为他们不会享受。当他们有钱的时候，他们会吃生蚝、龙虾、大鱼大肉，喝的是亨利斯白兰地酒。除了著名的华人商号和各社团的侨领，其他在巴特维尔和邻区有知名度的华人也不少。以下简单介绍几个对该区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华人。一、南盛。据报道，南盛大约在1859年到达卡里布矿区。据说他是在飞沙河自己摇着独木舟，从耶鲁镇到克内尔山，即克内尔河与飞沙河交界的地方，然后在巴特维尔附近淘了一段时间的黄金。1871年，他向政府租地在克内尔山的郊外耕种。1885年，他的农场出产了75000磅薏米和燕麦，55000磅马铃薯和其他蔬菜。他把粮食和蔬菜卖给零售商、矿工和居民。他还养了8匹马、10头牛和20多头猪。他用马帮人运输货物到巴特维尔去赚钱。1895年8月3日，他和一个刚从广东到达当地、素未谋面的少女素菊在列治菲结婚。当年他已经60岁了。据说素菊是个贤妻良母，替他养大了13个孩子，其中包括他前妻留下来的几个孩子。二、黄家旺，广东人。1880年来卡里布区淘金。1885年6月定居在史丹利。他在开杂货店的同时，继续在巴卡维尔附近淘金。他有5个孩子。1901年8月，红标在史丹利诞生。红标的名字在巴特维尔响当当。他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成功的矿工，在斯道特西附近采矿，收获可观。
他在巴克维尔设立了第一间发电厂，是当地消防队的队长。他对巴克维尔的贡献数之不尽。3里9 1891年，他和妻子由广东来到加拿大，在巴克维尔开杂货店，拥有马棚和菜园。他是洪门领导人之一，在华人社团非常活跃，四周东海。来自广东省开平县，1902年到达温哥华，待了几个月后开始北上。他先乘坐火车，之后步行几百里路来到克内尔。他先在克内尔一家旅店洗碗，后来到哈德逊湾公司做厨师，也曾在太平洋红干铁路打工。1909到达巴克维尔，因为会拍照，他在夏天空余的时间替来往巴克维尔的客人和附近区域的居民拍照，后来还开了一间照相馆。1917年，他回家乡结婚后，同妻子一起回到克内尔，他们一共育有10女2男。1931年，他在克内尔开杂货店，还帮人修理手表。在夏天旅游季节来到的时候，他回到巴克维尔继续为游客照相。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杂货店扩大为超市，照相馆生意做得非常出色。1938年，他在威卢斯设立发电厂，开设电影院。他于1973年去世，留下1000多张的照片底片，捐献给了巴克维尔档案馆。借中评论华人早期在加拿大的生活，很多人印象中是受苦受难、贫困交加，其实不然，有很多华人带着资金和技术来到加拿大开拓新生活。大部分人只是第一代移民的前几年生活比较辛苦，经过数年的奋斗，生活逐渐稳定，基本上可以成家立室，养儿育女，供书教学。第2、3代更加可以融入社会，成为各行各业专业人士或成功的商人。但也有部分华人人生际遇坎坷，染上黄、赌等不良嗜好，年老体弱，多病，孤苦伶仃，生活悲惨。随着社会富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些生活凄惨的华人也得到了适当的照顾。由此可见，加拿大是一个充满人性关爱、生活富足的国家，吸引了包括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移民。听完水哥帮我们读完巴克维尔这个古镇的情况呢，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巴克维尔这个地方啊。巴克维尔今天呢是一个历史古镇，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现在这个镇里面基本上的居民都迁走了啊，剩下了大概有120多栋那个古建筑让我们去参观。每年的夏天呢它都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来到这个古镇里面呢，就穿着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服装啊，打扮成当年的那种整个古镇的那种居民的生活的那种方式啊，为这个游客来表演啊，是让游客体验当年淘金古镇的那种繁荣。所以呢，我每年都会带团呢去这个古镇旅游。今年呢，19年呢，我6月份的时候就带过那个怂义会中山人的一个同乡会耆英部的朋友呢，就去过那个古镇参观啊。以前也带过这个地路平原这个杂货店协会的人呢，去过那个巴克维尔。很多人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离温哥华这里呢大概有几百公里啊，一般呢需要3天游才能够来回啊，1天是来回不了的。古镇也比较大啊，看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去一去看1个小时2个小时就走，你起码要在那里再待3-4个小时啊。为什么那个镇这么值得我们去呢可以告诉大家，那个古镇呢到今天为止呢还有保留着当时的唐人街，有很多唐人的那种生意啊，唐人的住宅啊，唐人的学校中国人的药店啊，中药店啊，杂货店啊等等，很多这种古建筑还保留得很好还有一些中国人的那个好像那个红门的会所这些都在那里呢保存得非常好。
你去那个地方呢，你要经过那个飞沙峡谷，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飞沙峡谷的景色。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到一到那个甘露寺，甘露寺还可以呢亲手挖一下人参啊。我们那个3天游都有去甘露寺玩啊，客人都非常的开心啊，就玩那么3天，体验一下啊当时的淘金是怎么样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非常好玩啊。所以呢，有机会啊，大家可以呢跟我联系，我每年都有带这种本地的侨团啊，那些他们组织的那个活动啊，都叫我去带他们去那个淘金古镇，全程呢都有很多加拿大的历史啊可以介绍啊，这个也是最高兴的事情。谢谢大家。